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啊？温妮啊，怎么了？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呢，不妨直白点，说不定我还能考虑考虑。暂时还没有，有了再告诉你。以后别喝这么多了。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喝了10几瓶酒，你才是酒鬼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？再见。再见。过去这么久了，记不清了。我以后对你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你这梦游的出发点是什么呀？喝醉酒也能出发呀？就这一次，就只冲动这么一次。好了，送你回去。我没有把握，只能陷进深的不唐突的事。我刚刚做了什么？我真的假装梦游过桑岩了？我真的占了桑岩的便宜？我怎么会抱他？我喝醉了，我喝醉了，喝醉会误事儿。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，就算喝酒也不能借酒装疯了。要接过来的话，我希望用这个酒醉去跟桑岩道歉，而不是把这个占他便宜的罪名加在我身上。不能让我背这个黑锅。睡吧睡吧，睡一觉就好。我有煮粥。
我昨天好像又梦游了。嗯，没做什么事情吧？有，就抱了一下，还挺节制的。抱歉啊。这都多少次了，你怎么这会儿觉着对不起我？就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之前一提起这个事情，你就是诸多借口，仗着自己不清醒，我说一句你顶一句，最后还想花钱了事。是你吧？那要不以后晚上的时候，你尽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尽量别出门。我们家有猛兽啊。那你把房门锁了，我总不能进你房间里吧？你这梦游还挺特殊的哈，还有占人便宜的毛病。我不清楚。所以，就只占过我的便宜。还是你这是什么新型的追人手段？我现在有点怀疑你了。真的是梦游？是的。你今天的话呀，格外的少。是吗？平时提起这件事情，你不是挺能扯理由的？那也不是太多次了吗？也是，所以只能哑口无言，默默认罪了。我吃饱了。我今天心情不错，正好要去电视台副店开会，顺道捎你一程。那谢谢了。不舒服啊？没有。你是梦游把精力全花完了？昨天晚上掀我衣服的时候不挺热情？我什么时候掀你衣服了？你怎么知道没？不是你说的嘛，那个就抱了你一下。那我可能记错了，上次吧，毕竟也不是一两次了，也不能每次都记这么清楚。等有时间了，我真的会去医院看一下的。谢谢。那你路上小心。魏丹，你头上有东西。头上吗？过来，过来。好了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别磨蹭了，赶时间。水很吵。一凡姐早。早。一凡姐，怎么了？你跟桑岩学长是在交往吗？没有啊。我看他送你来上班，而且还揉你的头，所以我以为……好了。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。干嘛呀？又不是第一次来，这么神神秘秘的。还有这个，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，不可爱吗？可爱，就是有点粉。粉多好呀，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？
哎，新买的啊？对呀，那儿都是你买的吗？啊，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。怎么？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嗯，没你可爱。说吧，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你应聘研究助理，任务重，时间紧，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。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，虽然不说特别全，但是配合上我帮你整理的论文，应聘个研究助理，十拿九稳。准备这么充分，顾老师，你蓄谋已久。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，你这样每天来回跑，不影响复习进度吗？再说了，你回去那么晚，也会影响兰姐休息的，对不对？这儿多好呀！云蒸咖啡图书馆，专属空间，专人服务，24小时为您开放。给你点小费，帮我泡杯咖啡吧。你这个小费可买不起我的咖啡。这就对了嘛。伟安，你学习紧，我工作忙，一不小心，咱俩一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想每天都看到你。好吧，那我考虑一下。考虑一下。请开门。哦，伟安，你这是全搬过来了？对啊，过来。怎么了？东西太多了，还是你不乐意啊？我怎么会不乐意呢？不多不多，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家里太空了，正好都塞一塞。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？医院离你家比较近，上班方便。以后呢，我就每个周末再回家。那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怎么跟兰姐说的？我就说实验室太忙了，医院给安排宿舍。只是我没有说这个宿舍很豪华，而且还有24小时贴身服务的人。
反正也是个陪跑的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早有这股劲儿，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本科学历。哎，他说谁呢？谁是本科学历？华人应聘不是挨简历的吗？本科毕业也能参加面试？不会是因人设岗吧？这么倒霉。初试开始，点到名字进来。李玉芳，跟我来吧。各位考官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苏维安，毕业于华人医科大学，连续3年获得国家奖学金，连续6年专业成绩第一。既然中途退学，为什么又要到实验室当研究助理呢？因为我姑姑和她的2名病友参加了亨廷顿舞蹈症的药物试验，而且他们都发生了动脉瘤破裂。但是药物团队并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，所以我想找出证据给他们看，避免剩下的被试也发生这样的危险事件。你就是那个在神经内科年会上提问的女学生啊？听说你当众让张河医院的温教授下不来台。我确实多问了几句，那是因为我认为温教授对不良事件的阐述语焉不详。而且，学术大会就是用来交流探讨的嘛。所以，就想拿我们科当个跳板，想为你的姑姑来讨回一个公道啊？不是的，我是想证明给他们看，研究要有研究的样子。即使我内心希望出成果的愿望比他们强烈100倍，但是我绝对不会通过牺牲安全性以及真实性去完成这个事情。下次啊，找别的医院的大教授的时候，记着带上你们找出来的直接的证据。我通过面试了。接下来啊，就看看你能不能过第2轮复试了啊！谢谢王老师。不是说了在家等吗？我面试的可是你的实验组，总要避嫌的。我又不怕，怕的人是你。我就是想第一时间来确认好消息。看样子，苏同学稳操胜券了。那可难说，临场反应应该没问题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的学历不占优势。没关系，那就先好好准备复试。初试只是初印象，复试才是最重要的，考验的是你们的实操能力。那复试的主考官也是王焕忠老师吗？你可要小心了，王焕忠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，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死亡凝视。死亡凝视？上车吧。拖鞋，江江。啊。江江，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些乱。别，没有，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。那我收拾一下，你先坐这儿吧。好。哎，你一个人住好爽啊，想干嘛就干嘛，衣服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要是我这样子的话，我爸妈肯定会骂我。那你这么晚出来，你爸妈不担心吗？不会啊，我都跟他们说好了。那就行。你不问一下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会照顾好我的。那肯定啊，
多晚我都负责把你送回去。方明凡。啊。你不觉得顾医生和维安自从确定关系以后，他们的进展就突飞猛进吗？我们俩都落后了。谈恋爱还讲究进展，又不是比赛。你家小老板都快和苏维安同居了，你不着急？他俩怎么是他们的事儿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方明凡，你每天晚上回来这么晚，那么忙，扁扁他会孤单的，对吧？他才不孤单呢。猫本来就是独处动物，而且扁扁也不喜欢我们这种愚蠢的人类黏着它，是吧，扁扁？那也不行啊，他得需要人照顾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可以照顾他。真的啊？嗯。那太好了，把我家的钥匙给你。你出门记得锁门啊。怎么了，强强？方明凡。哦。你活该单身。是我暗示的不够明显，还是我魅力不够？我是一个女生哎，留宿这种事情，你要我直说吗？留宿？你要住这儿？不是，江江，我是觉得你在家里待着挺舒服的，你来我这儿多委屈你啊！我怎么会觉得委屈？我不会觉得委屈啊，方明凡。我从小都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的，而且我大学都是走读的，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一个人独处的空间。你这里吧，虽然不是很大，可是很自由啊，每天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点外卖就点外卖，想吃夜宵就吃夜宵，多爽啊！而且，还是可以和你还有扁扁一起，多幸福呀！你真这么想？好啊。你们知道下面要进行什么操作吗？神经细胞的传代培养。我的答案和苏维安一样。那你说一下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。神经胶质细胞传代的消化步骤需要1:1，加入0.125胰酶和0.02 EDTA， 盖满平底为宜。你还有什么补充吗？ pH 值保持在7.5，温度保持在37摄氏度。开始操作吧。好，可以了。主任辛苦了。
我考完了，我到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。几岁啦，还玩偷袭？咱俩正大光明谈恋爱，怎么被你说的跟偷情一样？那不是在医院吗？上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，这一次招聘是因人设岗，我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。假公济私？行了，苏维安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管咱们怎么做，那些爱说闲话的人，他们始终都是会说闲话的。倒是你啊，你倒是给我多一些假公济私的机会啊！我才不呢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算是真的见识到王焕忠老师死亡凝视了。不是，怎么会呢？是你操作失误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实验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紫外线灯按了一下，他唰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吓死了。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别人要用，他又说没有。维安啊，维安，我跟你说，王老师的死亡凝视，是希望你重视他的严格，不是让你去怕他。你放心吧，王老师那么做，是他认可你了。真的？那，庆祝你顺利通过复试。那怎么又是书单？通过复试了呀，可以看些闲书了，不开心吗？开心你个头！过了复试还要看书，你自己看去。在医学世界里，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性。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，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。我们抓住每分每秒，用自己的知识、能力，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，让这个人过得更好。什么年代了，图书馆都电子化了，怎么还有这种手写借书卡？你个肄业生，果然满脑子废料。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我看你神神秘秘的，以为你在研究什么高深的理论，原来就是在做这种。我记录借书卡呢，犯法吗？不犯法，但是浪费时间。这怎么浪费时间了？这样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会被永远记录在图书馆里面。苏维安还想着临时抱佛脚吗？现在才想起来读书，会不会有点太晚了？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。老师，等一下，先别还，这些书我想借。
然，你来就来嘛，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？真是太客气了。阿姨，这些都是我朋友从法国带来的，是高端定制的护肤品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好用的话，我以后再给你买。谢谢，快坐。你来啦，我比什么都高兴，一高兴就年轻10岁。这个呀，比用什么护肤品都管用。喝茶。这是，阿姨，我真的太没有用了。又怎么啦？我本来想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，以后在事业上也能多帮帮云城，我们共同语言多一点，他也能早一点回心转意嘛。可谁知道，这个岗位分给了顾云峥，顾老师。苏维安就是顾云峥的女朋友，那我再怎么努力，也都没有用了。这不是作弊吗？华人这么大的医院，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？是啊，我当时出事的时候高手云集，不是8年制的博士，就是7年制的学硕，他一个本科生，怎么就能够通过复试的？这一定是顾云峥上下打通了关系。这个女孩真不简单，华人岂能容她为所欲为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等你叔叔回来，我就告诉他，他一定会严肃处理的。听说云峥交女朋友了？你听谁说的？这个你别管，我还知道他的实验室现在正在招人呢，是不是？我们组里缺一个研究助理。哎，你怎么还关心这个呀？他的女朋友就在这个研究助理的候选名单里。你说什么？谁？苏维安，就是备选人里面唯一的一个本科生。人家都说这个岗位是因人而设的，要不然一个本科生怎么能把博士生、硕士生都 PK 下去啊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这个，还能因为什么呀？太不像话了！是这个研究助理的学历要求不高，但我绝不允许他儿女情长和工作混为一谈。工作单位里这是大忌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跟云峥发脾气啊！你们俩关系本来就不好，你要再说他交女朋友的事儿，那他心里指不定怎么记恨你呢。那我也不能由着他为所欲为吧？那个小冉也在应聘这个职位呢，要不你把这个职位给他，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？冉进不进我不管，这个苏维安绝对不行。就是他，是他，照片上是他，太过分了！我们在这儿拼死拼活的学，结果他就是本科毕业，找了一个教授男朋友，直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，真是受够！看你的书，看他那样，真是受够！嘘，小点声，别被他听见了。内定的早点跟我们说啊！害我们白跑一趟！哎呀，你小声点吧，别被他听见了。怕什么呀？他敢做，还怕被说啊？走。平时静悄悄的华人校友群，怎么突然这么热闹？看一下。糟了，小老板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你看，大小微信群都在传，苏维安是学术妲己和顾云峥权色交易。你看，这条更过分。苏维安抢论文署名不成，被迫退学；顾云峥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公报私仇抢温冉名额。这都是谁在带节奏造谣啊？温冉，
去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行，那么多人呢？不是，你们学医的人智商不是都很高吗？怎么还有人信这种八卦传言啊？这一看就是温然搞的鬼，他太不要脸了。也不意外了，这是他一贯作风。温然，你看，顾医生实名发帖了。还发起了投票，是否支持公开家事？哇，大家喜欢看热闹，肯定支持家事的人多呀。薇然，顾医生这招霸气胡骑，帅。老师，为什么最后录取的是温然？医院不会真的相信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吧？是您亲自主持的整个面试和笔试，整个过程都是公平公正的，不能因为一篇乱七八糟的帖子就取消掉苏维安的录取资格呀。云正啊，不是因为那篇帖子，在帖子出来之前，录取的结果就已经定下来了。那为什么不是苏维安？您不是跟我说他不管是笔试还是面试都是第一吗？不错。苏维安的面试还有复试成绩啊，的确是第一，但是综合学历分数以及在校绩点等等成绩，温然都与他不相伯仲。而且呢，杜院长也认为温然更具有科研的潜力。杜院长，苏维安的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，你凭什么滥用职权不予录取？这个人能把医院搞得不得安宁，你信吗？他当初为了争署名权，能撕破脸，闹出那种丑闻。我绝不允许这种工欲心计的人在华人的实验室里兴风作浪。没有调查，是没有发言权的。明明被抢署名的人是他，被泼脏水的人也是他。苏维安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在医学上有天赋、有能力，更有热爱。我实验室就是需要像他这样的人。是实验室需要他，还是你需要他呀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吗？公私不分，随便找个护士带回家做老婆。哎，老杜！云正，你再怎么生气着急，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。我当初是辞了职才跟你爸爸结婚的。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你的长辈，怎么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？顾云正，你不用跟我扯那些没用的。你不就是为他向我求情吗？求情得有个求情的样子。就你这个态度，休想让我改变主意。我不是在提谁求情。只是竞争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，我实验室聘请的研究助理，必须是靠实力获得，而不是迫于什么舆论，或者是通了谁的门路。请您看一看，已经有超过90%的人同意公开家事。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苏维安和我的名誉，更加关乎到华人的声誉。如果您想公平公正，那就正大光明，再比一次。谁赢了，小老板？苏维安赢了啊！耶！我就知道他会赢。来，吃饭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做实验专用造型，像不像医生？你就是医生。来，拍张照。3、2、1，好，看，来了。像是那么回事吧。维安，这次你跟温冉 PK 赢了。
但是不代表那些流言蜚语就会消失。你真的做好准备要跟我一起工作了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堂堂正正进的华人，不会给你丢人的。光不丢人可不行，我的要求是很高的。哎呀，我知道，知道。以前被你怎么折磨的，我还历历在目呢。我说真的，我们这次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动脉瘤和 HTQ39有关的直接证据，否则就有可能会有新的不良事件发生。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和之前相比，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香吧？我好像闻到了狐狸的味道。你，我后悔搬过来了，简直是羊入虎口，给了你这个奴隶主奴役我24小时的机会。怎么舍得呢？顾老师，随时化身咖啡师、按摩师、金厨师，24小时竭诚为苏同学服务。你身份倒是蛮多的嘛，还差一个苏家准女婿的身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兰姐啊？得寸进尺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坐地铁，你开车，一会儿医院见。哎，不是维安，你就不吃了吗？我去医院吃饭吃，你一天上班不能迟到。我辛辛苦苦做的。不住在一起了，也不能一起去上班。离去。好啊，苏维安，你为了报复我和贺老师，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当众抹黑我。陈述事实而已，怎么是抹黑了？上次我跟你视频的时候，你早知道抗体有问题，你怎么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在家事的时候说？文冉，以前我把你当朋友，你问什么我说什么，你求什么我帮什么。但是从你在贺老师那儿颠倒是非以后，你就不是我朋友了。你别以为你有多厉害。是，实验是你做的，论文也是你写的。可是如果没有爸爸后期的润色，你以为你那些内容能上6分的杂志？原来那篇论文的后期修改出自温教授啊。确实，以你的个人能力，改不了那篇论文。当初你求着我，把你姑姑弄进 HTQ39临床实验，我也做了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确实应该感谢你帮我问你爸爸，但是我打听过了，我姑姑是严格按照隐蔽分组规则的，这也能是你邀功的理由吗？当初是你自己求着要进我爸爸的试药，后来也进了，现在出问题了，你就要搞事情。我早该看出来你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。温冉，科学研究跟个人恩怨无关，不要总是混为一谈。知道就好。所以你再怎么讨厌我，不要干涉我父亲的药物。如果你敢糟蹋别人的心血，我跟你没完。杨亚怡，你干嘛污蔑小冉啊？学生会主席，你们公平竞争就是了。维安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们管不了。我亲眼看到温然把一块手表送给上一届主席，候选人之间的评分很接近。你应该知道他那一票很关键的。杨雅怡，你误会我了。学长刚好打球，把手表落在了球场，我捡到了还给他而已。你捡到的是带有圆盒的全新手表吗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休想抵赖。你有证据吗？苏维安，温然在撒谎，我没有骗你。骗不骗你要拿出证据来啊！下次别乱说。早晚有天你会知道，你为什么样的人出头。贺晓光被谈话，温冉撤销博士学位。天哪！他俩是被开了吗？亲爱的苏同学，
第1天上班别忘了打卡考勤哦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话呢。你就是利用温冉和苏渊的矛盾，故意给我泼脏水，对吧？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？贺医生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究竟是谁为了巴结讨好权威，抢了自己学生的学术成果做嫁衣，污染了华人的学术环境啊？行了吧你就是院长和王主任希望看到我们两虎相争吗？两虎相争。两虎相争的前提是2只都是虎。像贺医生这种抢了自己学生论文的人，只是学术蛀虫罢了。你就是挟私报，你都是为了他。苏帆是什么人啊？那就是个疯子。他敢在室内年会和文教授打赌，文教授什么水平，他什么水平，那是一个 level 吗？哎，我还真心劝你啊，不要拿你的名誉给他背书。那如果他证明了，我离开华人。你除了要离开华人，你还要当众承认你当年对他做的事情，向他道歉。如果苏渊不能证明是139，确实能引发动脉瘤，你和他一起离开华人，敢吗？一言为定。说到做到，1个月期限。苏渊，你过来。怎么啦，顾老师？亨廷顿多巴胺能系统的治疗药物主要分几类，作用机制是什么2大类，针对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，主要作用机制包括抑制 VMAT 和直接阻滞多巴胺受体。目前在研的药物当中，近2年来进入到临床3期的药物有几种？3种，分别是 NRT057、HYD902，还有 HDQ39。但是前2个药物在瓶颈期已经停滞1年多了。瓶颈期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很复杂。这2个药物在3期临床结果的论文里有过一些分析，还有亚组分析也出现了显著性的差异。有一种说法是，这个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长程的，观察时间不够长。那些药厂为自己留后路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再说了。你自己的分析是什么？样本量毕竟大了几倍，有可能是结果遭到了稀释。你是说3期的结果不准？不是，我是说2期结果可能存在偏移。哪里的偏移？2期临床的结果当中，入组患者的病程用什么来表示？中位数。3期临床中，入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？这个是补充材料里的内容，我只看了正文。8个小时，10篇文章，平均每篇文章40分钟，你都看了些什么？不管是正文还是补充材料，这些内容对于评价一个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为什么答不出来？对不起，顾老师，今天之内我补上。顾老师，知道您一向要求严格，可是苏同学毕竟连研究生都没读完，第1天上班就给人家布置这么多任务，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他跟其他人来比，做成这样确实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他自己的实力远远不止如此，做成这样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。苏维安，如果你拿不出实力，就永远只能被人诟病靠关系。好的，顾老师，今天下班之前我会精读一遍。
包括补充资料。我排了老长队才买到的。老板，你学过变脸呐？一下班判若两人。什么老板？你才是老板。我怎么敢呢？老板布置工作的时候颐指气使，吓得我现在还在瑟瑟发抖。哪个老板那么作妖？我帮你收拾他。我还以为今天当众那么说你，你真生气了呢。我有那么不识趣吗？我知道你是在帮我，而且确实是家事引起的论文整顿，大家难免对我有怨气。不过呢，你对我越严厉，大家就会越同情我。是，也不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是真的想训我？回家说。先吃，吃完再说。先说，说了再吃。维安，我为什么要让你看那些文章？了解所有的研究进展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求证 HD-39的问题跟动脉瘤的关系。没错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研究机制相似的同类药物总是在3期临床的时候失败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比起论文里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，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吗？你难道不应该全面掌握补充材料吗？应该。是我考虑的太少。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，我们2个一起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10篇论文过一遍，在论文当中找到突破口，来设计实验。这么痛，就不应该跟老师谈恋爱，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，还有考不完的试。怎么，怕了？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。你说，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，整天没日没夜的搞事业吗？你不想搞事业，难道想搞点其他的？吃吧，沉迷学习无法自拔。吃吧，来，西兰花。云城，我就说嘛，我们3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小冉，听说那个研究助理的岗位，最后你没有面试上。杰辉现在正好缺一个市场经理，来公司帮我吧。云城，我之所以去面试研究助理，就是想着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能在你身边。只是没想到会被苏维安暗算。之前跟他视频的时候，我问他染色后假阳性太重怎么办，他当时都没有提抗体的事儿，他就是故意陷害我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你的能力我心里清楚。只是公司对于业绩审核是有要求的，不能因为你是我介绍的就放宽标准，这一点你能理解？当然，我不需要什么特殊待遇，只要能够在公司远远的看着你，我就知足了。明成，我知道你以前喜欢过苏维安吗？再见到他，你心里肯定放不下。不过他现在已经是顾云峥的女朋友了，我们还能不能？小冉 ，HDQ39，我投入了多少的心力，这些年你都看到了。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一个负面新闻，能不能顺利上市还是个未知数。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，
对杰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考虑别的事情。嗯。患盲结果显示，这3例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服用的都是 HTQ39，而不是安慰剂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老师，样本脱落不超过10%，不会影响 HTQ39的上市。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药物的副作用，能轻率上市吗？只要流程合规，上市是不会受到影响的。你现在准备材料，上报伦理委员会。让他们来决定。老师，患者是在脱落以后才出现的不良事件，不是必须上报。小杨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医生，我们考虑的是患者的健康为第一要素，而不是其他。我研究 HTQ39。就是为了能够真正缓解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症状，而不是要追求什么上市盈利。你现在说这种话，不像是一个张和医院的医生，倒像是一个杰辉公司的员工。老师，你说说，杰辉公司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老师，我承认，我是有一些急于求成。那也是因为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咱们这么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。我跟杰辉公司真的不存在利益输送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问问温小姐，她现在已经是杰辉公司的员工了。你说什么？温温，你回来啦！哦，老温，喝口水。小冉，你为什么没跟我们打招呼就入职结辉了？啊，我不想搞临床，我想搞科研。云城呢，正好有个空缺，结辉又是大公司。哎，小冉，我不是听你之前说你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吗？哎，是啊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那个华人的待遇不如结辉好。你是不想干了，还是不能干了？一入职结辉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搞得很清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女儿是被华人开除的。小冉，你爸爸说的是真的吗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吧？是那个苏维安，他一定要跟我争那个研究助理的位置，他就是想证明你的 HTQ39有问题，他不怀好意。小冉，你怎么还在撒谎啊？当年那篇影响因子6分的论文，苏维安才是一作，